我常會說，把長生跟不老把它當成兩回事。我們可以不老，但不見得一定要不死。所以該死的時候就要死。我們現在抗衰老要問的就是這兩個問題：有沒有辦法修飾基因？有沒有辦法修飾環境來控制基因的表達？先天當然基因絕對有影響，但大部分都還是來自環境的因素。目前唯一一個被證明所有動物都有效會延緩老化速度的，就是網絡上很有名的一個人叫 Brian Johnson， 他用他兒子的血灌到他自己身上去。你的 comment？ 我覺得他的做法比較激进一点，不太鼓勵這樣子的做法。這三件事情，如果你能做到，其實也不用換血或者是什么药，就是市面上有賣的一些所謂的回春的產品，外泌體或者是幹細胞，有沒有希望是一個抗衰老回春的解決方案？我會覺得。您現在看到的是精華版，如果要看到完整版的話，請加入我們的官方 LINE。嗨，大家好，我是宋晏仁宋醫師，歡迎您來到初日會客室。今天要為您邀請的呢是非常傑出的基礎科學的研究人員、科學家。要談的題目是跟老化相關的題目。邀訪的呢是許敖林許教授。感謝宋醫師的邀請，讓我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做的研究。在博士後研究的時候，我就到了 UCSF 去做老化方面的研究。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是用線蟲呢來研究老化調控的這個題目，大概也有20多年了。我們來談一談老，在您的角度來看，它的生理意義是什麼？在生物學上，老化定義其實是說，在一個生物呢，在它的這個年齡逐漸變大，或者說時間漸漸過去的過程中，它的死亡的幾率越來越高。而這個過程中，你發生了很多生理上的改變，這些改變的集合加在一起，就是我們說的老化這件事情。生物學上就會問說，那為什麼個體會有老化這件事情？如果說老化是讓死亡的幾率增加，對這個個體一定不是什麼好事嘛，對吧？對個體不好的事情，為什麼沒有在演化過程中被淘汰掉？這個問題也在過去的100多年來不斷的有不同的說法來解釋這個現象，直到大概在30年前呢，大家逐漸發現到很多證據，尤其是在一些线虫啊、果蝇之類的動物裡面呢，老化對個體是沒有幫助的，但對整個族群是好的，因為你不斷的在老化死亡的過程中，這個族群的個體可以不斷的汰舊換新、世代交替，增加你的多樣性嘛。所以我常會說，把長生跟不老把它當成兩回事。長生是不死了，不死跟不老是兩回事。我們可以不老，但不見得一定要不死。对，其實我們抗老化的目的，並不是想要延長人的壽命到無限遠，而是希望我們的健康的時間會越長越好。不要發生非常長的所謂失能的時間，導致我們的生活品質的下降，導致家庭跟社會的負擔的增加。今天要談的其實是老化的理解之後，要談談抗老化。是。那我們現在抗衰老可能要問的就是這兩個問題：有沒有辦法修飾基因？那如果沒辦法修飾基因，那有沒有辦法修飾環境來控制基因的表達？先天當然基因絕對有影響，但大部分呢，基因影響到老化速度大概只有10幾到20%，大部分都還是來自環境的因素。那為什麼生物要對老化的速度，為什麼需要調控它？為什麼有時候需要老得快，有時候需要老得慢？那這就回到說，以生物學的角度來講，一個生命好了，它的一輩子能夠得到的資源應該是固定的嘛。你能吃多少，大概是一個固定的範圍。那這些資源呢，它可以使用在繁殖下一代，或者是讓自己的身體不斷的修復，所以不會老化，或老得慢。那這兩個資源你一定要取捨，基本上你不可能說我又一直生，然後又可以無限制的活下去，那這樣世界上大概只剩下這種動物而已了，對不對？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取捨。那這時候呢，一般來講，对大部分的生物呢，都是在環境好的時候，它不斷的繁殖，大家的这个族群越来越大。在環境不好的時候呢，生出來的後代可能也不能存活，所以我就讓我的老化速度變慢。也許等着，春天就來了，或者是我就 migrate 移動到另外一個有食物的地方了。好，所以這個機制是本來就存在的。環境因素其實包括很多了，你要看你是什麼動物，每個動物在意的事情不太一樣。但是所有動物大概都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環境中的食物夠不夠。目前唯一一個被證明所有動物從酵母菌到剛剛您提到的恆河猴都有效會延緩老化速度的，就是飲食限制。飲食限制也包括了各種不同的方式，就像剛剛您提到的，一個是熱量的限制，一個是時間上的限制。早期的研究都是比較聚焦在熱量的限制，但後來就是發現到
不管是做老鼠的研究也好，猴子研究也好，研究人員想要控制熱量的時候，會不小心的讓它也同時斷食了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可以去進一步更深入研究的地方，但總的來講它是都有效的。但是熱量限制相对來講就是比較單純嘛。這個所謂的 time restrict fasting 呢，比如說以果蠅跟老鼠的研究來講，因為果蠅跟老鼠跟人是一樣是有日夜節律的，所以你這個限制飲食的這個時間是發生在什麼時候變成其實也很重要。对，譬如說我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說現在大家常提到168了，就是16小時不吃跟8小時吃。你今天如果果蠅做這個實驗，你如果把這個8放在白天它活動的時候它吃，16小時在晚上不吃，它的壽命是延長的。你就反過来晚上你再給它東西吃，16小时在白天不吃，它壽命反而是縮短的。所以這個所謂的 time restrict fasting 有效這件事情是建立在它配合日月週期，對，所以你本來就應該不吃的時間，你把它可能延長，讓它有更多更強的機會去做回收跟修復的這個動作。您在研究中的發現呢，同樣是线蟲如果它們所處的社群環境不一樣，是否老化的速度也會不一樣？在线蟲或其他動物都知道說，飲食吃得少，它就會老得比較慢。可是我們就很好奇說，如果說今天你把在節食中的跟在沒有節食的這些動物都混在一起的時候，它們有沒有一些其他額外的影響啊？所以我們就把一個是吃得很少的動物跟正常飲食動物就把它混在一起養，我們就發現到有趣的結果，就是當你混在一起的時候呢，你就發現那個明明吃得很少的那個動物，照理來講它的壽命可能是應該要增加 50% 左右，你就發現它只增加了大概 20-30%， 也就是說虽然它吃的一樣少，但它飲食限制对它的效果就少掉了一半。這個原因呢，是因為它附近有很多正常飲食或吃的比較多的线蟲，它會不斷的放出一個類似我吃飽了這樣子的一個費洛蒙。线蟲當然不會講話嘛，那他們溝通的方式就是用費洛蒙來溝通，把它擬人化一點，有點像是說你在節食，但是你旁邊的人一直說吃好飽吃好飽，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你這個飲食限制的效果居然就被抵消了一大半。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環境的因素除了食物本身，也許還有很多是所謂的 social impact， 就是你對你體內到底吃的多還是吃的少，或者對這個環境的認知，除了你自己親身的體驗之外，還有包括附近別人告訴你的這個訊息那這是我覺得我們最近的研究裡面算是比較有趣的一點的一個研究。當然這個是目前還是在线蟲裡面去做研究啦，我們不知道說今天更高等的動物它的溝通是不會更複雜，但是我們就常開玩笑說，那也許下一次你在節食的時候就要盡量呢不要跟那些吃很多的人在一起。因為有一個研究就是關於這個肥胖的研究，就發現說其實肥胖是會傳染的，就你跟肥胖的人在一起，你肥胖的幾率會比跟瘦的人在一起增加很多。是網絡上很有名的一個人叫 Brian Johnson， 他在最熱衷的時候用了一個非常極端的方法他用他兒子的血灌到他自己身上去，他認為他的兒子是個年輕人，所以他身上應該有很多可以預防老化的東西。也的確在他最紅的那段時間，他看起來40幾歲的人就是看起來像20幾歲一樣，如同 Brian 這樣子講的，其實我們身體缺乏的是一些讓我們維持年輕的因子，因此我們如果可以找到這些因子，我們可以透過灌注或者是飲用，或者反正讓它進入到你的身體，維持我們的健康的狀態。您的 comment？ Brian 教大家做了很多事情，有點太極端了，就是他吃的药或保健食品非常多，对，他吃的東西他幾乎只要聽到別人研究裡面有做了什麼，他就拿他自己當成試驗品去做。他試的那些東西，有些研究是比較成熟的，有些研究其實還很初期，正正負負的結果恐怕也不見得一定都完全是好的了。所以您剛剛就提到了血液這個，它其實也是基於一個科學研究的結果，是老鼠的研究我們現在聽起來不太人道了，当然就是把2隻老鼠的血液循環系統縫在一起，做手術把它縫在一起。有一個實驗室就異想天開，他就把了一個老的老鼠跟年輕的老鼠把它縫在一起，縫在一塊之後呢，過了好一陣子以後，他就再回去觀察，就發現老老鼠變年輕了，年輕老鼠变老了。所以他下的結論就是說，年輕的老鼠的血裡一定有一個什麼東西可以讓你變年輕。那反過來反之亦然，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共識，就是到底那個因子是什麼。別的實驗室後來有重複類似的實驗，也看到確實，如果把2個年輕跟老活在一起，
老的老鼠有很多組織跟器官有出現回春的這個現象哦，但是還沒有找到那個因子，所以他才會有這個想法說他要拿他兒子的血注射到他的身體。我覺得他的做法就是相對比較激進一點，把很多成熟的不成熟的所有方法都用在自己的身上，這個我覺得不太鼓勵這樣子做法。對，回頭來看他裡面，我們都認為他做的最好就是他在跑步機上跑步的樣子，基本上就是吃得好，有運動，好好睡覺，這3件事情，對，我覺得是影響很大的。是啊，你可以看他飲食其實是嚴格控制嘛，然後他做了很多運動，保持很好的睡眠，這3件事情如果你能夠做到，其實也不用換血或者是吃什麼藥。在實際上的動物研究中，也是這3件事情最重要嘛，对不對？就是飲食、運動、生理時鐘嘛，对不對？其實本來就這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啦。對抗老化這件事情，從您的角度來看，什麼樣的發展是我們現在最大的挑戰？我想就像剛剛宋醫師說的，我們现在抗老化研究最大目標其實是增加我們的健康的時間，並不是真的說讓我們可以不死啊，就是最好是可以不老的，不見得也到不死，只是说未來應用在人身上，其實遇到最大的一個挑戰是，我們不可能在人裡面去做類似動物的實驗。像我們剛剛說線蟲，可能它的壽命只有2週，所以我可以去很容易的知道說，我今天做的這件事情，不管是飲食限制也好，餵它一個藥也好，我可以很快的看到結果。人不可能這麼做，所以人你就勢必要找出另外一個方法來驗證說，你這個抗老化的藥物也好，保健食品也好，是不是真的有效？你如果今天沒有辦法以最終的壽命來作為endpoint 來看的話，我要看什麼？不能說，我做這個臨床實驗抗老化藥物，結果我拿皺紋多不多、白髮多不多來當指標，都沒有人同意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指標。現在以人類抗老化的臨床實驗來講，沒有一個大家都統一而且同意的一個指標來作為你真的抗老有效還是沒有效。那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我想那個時候會是抗老化藥物或抗老化治療最蓬勃發展的时候。有人樂觀的預言說2040年人類就會克服所有的疾病，您認為這種說法的可信度有多高？只剩下15年，我覺得幾率不高。你會看到過去的歷史，人類一直在把不同的疾病治好，可是當你治好了一個疾病之後，壽命延長了，就開始有出來新的疾病。這跟其實我們生物醫學的發展很像，就是當我們在做 Human Genome Project 的時候，以為我們把基因定序了，我就把事情都解決了。定完序才發現，那一大堆碼我又看不懂，有什麼用呢？對不對？然後呢，你覺得說，我把所有的蛋白質基因都搞懂了，我應該就沒事了吧？結果發現你還有 RNA 基因。所以呢，我們總是在翻完了第一本書以後，才發現還有第2本、第3本、第4本。那因為生物體的複雜程度，我想遠比我們想象中的還要複雜。應該是說，我們知道了一點，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有那麼多點。對，所以我覺得2040是有點太樂觀了一點。但是你說，會不會有很多現在有的疾病到2040就被治好？那當然有，但是我相信還會有新的東西出來。我也同意。好，我們這個節目呢都會進入一個快問快答哈。基因對壽命的影響佔多大比例？我認為大概15到20%而已。所以大部分還是環境。Okay. 太空電影中的冷凍技術有機會實現嗎？短期內不可能。Okay, 所以凍下去大概就死掉了。目前唯一凍了還活起來只有線蟲。Okay. 更高等的都沒辦法。睡眠對老化有影響嗎？有，要規律的睡眠。Okay. 有可以長生不老的動物嗎？有很難死的動物。有些動物到實驗室幾乎會發現它幾乎不太會老的。你怎麼知道自己真正的身體年齡？這就是我們剛剛講，其實沒有辦法對整個個體的年齡做一個很好的評估。體重機、體脂計會跟你講說你現在身體年齡多少，那個大概都是，譬如說它可能是你的代謝的狀態，看起來相當於多少歲。市面上有賣回春的產品，外泌體或者是幹細胞，有沒有希望是一個抗衰老可能的解決方案？我會覺得對某些特定的組織跟器官它是很有用的。但是你想要說我靠一件事情就把老化這件事情完全阻止，我覺得機會不大。您怎麼看待死亡？它該發生就會發生嘛。OK，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是健康比較重要。對，我們目前有能力重置線蟲的年齡嗎？完全重置目前還做不到，但是可以稍微退回一點倒是可以。如果能夠暫停年紀，你會選擇幾歲？30。我也是跟我媽說，我過了30歲以後都是30歲。對。您平時吃哪一些抗老的保健品？沒有特別吃什麼抗老的保健品呢？一個研究抗老的專家沒有在吃抗老，但是我控制飲食，我飲食有控制。OK, great。除了抗老之外，您覺得最重要的生物學的議題是什麼？不能說最重要，我覺得最有趣還沒有解答的應該是自我意識
self consciousness，到底生物或者是人怎麼產生說我跟我以外的東西到底的差別，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生物題目。非常高興今天接受我們訪問啊，我們的確可以不老，但是長生永遠活下去大概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了。今天很高興對於老化這個議題從非常基礎的層面來探討到比較實用的層面。謝謝你接受我們訪問。謝謝。